我确诊癌症当天，他说学妹发烧需要他陪。后来他知道真相却晚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听到这话时，我手里还攥着脑癌通知单。裴玉瞧见我时，眼神一闪而过的慌乱。检查出什么了吗？我正准备开口，宋芝芝却带着哭腔拉住他。裴玉哥，我发烧了，好难受。你带我去做检查好不好？我只有你了。断断续续的哭声牵动着裴玉的心脏。他拽紧宋芝芝的手，眉眼处是掩藏不住的焦急。两人离开之际，我猛地拽住裴玉，几乎卑微道：这个检查需要家属陪护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想到什么，又厌恶地出声：苏荷，你要针对宋芝芝也应该适可而止。她如今身体不好，只有我了。裴玉扯开我的手，带着宋芝芝转身离开。医生朋友见状，故意撞了两人一下，愤愤不平道：当年不知道被旁边这女人抛弃的跟狗一样，现在这女的当三被发现才回来找他，居然还上赶着去献殷勤。要我说，呵呵，有些人就是天生贱命，西装革领也包不住那股恶臭味。齐欢的声音足以让走廊的病人都听见。顿时，许多病人都带着厌恶的眼神望向宋芝芝。有几个因为丈夫出轨的太太，丝毫不客气地指责。要我说，这种人老天爷就应该一奔雷劈死。还发烧？我看怕是发骚发多了。也就这男的放着好好的老婆不要，竟要惹一身晦气。宋芝芝难堪的脸色发白，眼泪掉得更凶。裴玉哥，我还是不检查了，毕竟我不能为了活下去，就甘心被人这么羞辱。裴玉一听，顿时心疼地抱紧宋芝芝。别这么说自己。转身朝我吼道：苏荷，你要是还想在我身边，就早点和齐欢把关系断了，否则你永远别回来。齐欢生气地朝他们呸了一声，转而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不回去就不回去，我马上就要转正了，还养不起和和吗？每每裴玉说这话时，齐欢都会安慰我，有他在。他不知道，我其实是穿越女。当年，我的任务目标不是裴玉，可看他被抛弃时的样子，一时心软，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救他。我虽承受系统的惩罚，可只要裴玉在我身边，我的任务也算不上失败，就不会死。后来，裴玉最绝望那年，我为了安慰他，告诉了这个秘密。没想到如今成了他要挟我的资本。不过，不重要了，因为
我马上真的要死了。齐欢带着我做了医院最好的检查，看着检查单上恶性的2个字，红着眼眶的藏起来安慰我：嗨，早期呢，治疗好的概率特别大。他很不会撒谎，送我回家开车时的手都在不断的抖。其实，我想告诉他，我不在乎生死。要说唯一在乎的，便是给他一个好的结局。齐欢的哥哥因为寻衅滋事，要赔30万，否则就会坐牢。齐欢爸妈重男轻女，一听儿子要坐牢，为了30万，不顾齐欢反对，把齐欢嫁给大腹便便的男人。只要齐欢不回家，男人便会带着一大帮人来医院里闹。医院无奈之下，只能放弃齐欢。那个从小梦想着成为第1外科女医生的齐欢，最终不幸地成为妻子。生孩子时，难产而亡。我得在离开之前，帮他准备好这30万，照顾培育这些年，算下来也有30万。我一连在他家等了几天，都没看见人，而宋芝芝的朋友圈里，全是他的身影。他们待在我最喜欢的英国，这是我和裴玉刚结婚那会儿最想去的地方。记得那时我们还很穷，只能挤在一个破败的出租房里，买个小蛋糕庆祝。有一回，裴玉撞见我偷偷看别人度蜜月的甜蜜合影，心疼地从后面抱住我，声音微颤：对不起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裴玉这么卑微。我转身，勾着他的脖子，笑着问：阿玉，以后我们有钱了，去度蜜月，去英国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有最好的腿部治疗师，我们阿玉就能站起来了。那夜裴玉的泪水太过滚烫，以至于我现在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可惜了，裴玉如今的腿真的好起来时，陪在他身边的却另有其人。我脑癌的症状越来越明显，再也无法为曾经的回忆伤感，甚至连白天黑夜有时都要想很久。好端端站着，下一秒便会晕倒在地。我开始有些害怕，蜷缩在角落里。待到崩溃时，意识不清醒地打给了裴玉。阿玉，我好想你。刚说完，便又昏睡了过去。等醒来时，裴玉正站在我面前，端着一碗姜水。我怕自己又忘记一直念叨的事，刚睁眼，便迫不及待道：裴玉，我要30万。他身形一僵，却强忍着没有发火，只说：把姜水喝了，在客厅躺了一晚上，别感冒了。温柔的语气，像是还爱着我一样。只是递过姜水时，身上还夹杂着宋芝芝最喜欢的香水味，很难闻。我没忍住朝身旁干呕一声。裴玉气急了，打碎瓷碗，
爆裂地掐住我的下巴。苏荷，除了钱，我就让你这么恶心吗？他一副被伤透的模样，可我没力气再去安慰他，费尽心思，也只能艰难开口。30万。裴玉一把将我推在床上，愤懑地咬住我的颈波，话语间竟夹杂着难以掩盖的委屈。苏荷，你真该死。裴玉走时，我到底没能要来那30万。我在医院躺着的第15天，齐欢的爸妈突然闯进病房，一把打翻我挂着的输液器，指着我喋喋不休道：“我就说齐欢那个白眼狼怎么给家里的钱越来越少了，原来是养你去了。你给老娘起来，把齐欢花在你身上的钱拿出来。”输液瓶打落，我手臂上的针顿时回血，疼得厉害，重心不稳地摔倒在地。齐欢脸上还挂着泪珠，一把抱住我，承受着爸妈的殴打。这件事情和苏荷没关系，你们欺负他干嘛？没关系，这输液，这住院不要钱啊。齐欢，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才是你的家人，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救他，你就趁早跟我滚回家嫁人去，不然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你。几人临走时，还不忘拿走掉齐欢身上最后的几百块钱。齐欢强忍着泪水，把我从地上扶起来，一边道歉，一边流泪。呵呵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本事。我住院花费的钱不少，齐欢怕我不治疗，花了这些年攒下的钱，还劳神劳力地为我找医生，自己有时都吃不好饭。这个傻姑娘，居然还因为照顾不好我而落泪。我越发后悔当时没能向裴玉服软，开始不断地跟他打电话、发消息，可裴玉一直都没回我。直到齐欢给我找来更高级别的医生那天，我躺在病床上，齐欢紧握住我的手，不停地说：“呵呵，这个医生很厉害，等我们做完手术，你就能好好的睡一觉了。我失眠奖金半个月，最好的时候也只能睡满2个小时，其他时间只能盯着黑漆漆的夜空，看太阳如何升起，听病房里的人聊着又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梦。没有人比我更想好好睡上一觉。我正闭上眼，准备进手术室，手机不时响起，是裴玉发来的消息：“你不是要30万吗？来护院，我给你。”我透过窗外，看着医生们已经换好手术服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恳求地问他：“能换个时间吗？我生病了，很不舒服。”那边回得很快：“行啊，就看你觉得是齐欢被迫嫁人，你不舒服些，还是现在不舒服？”想着齐欢越来越忧虑的眼神，我强撑着身子，趁人不注意时，
跑出了医院。护院是裴玉给宋芝芝的。以前，宋芝芝还是小有名气的明星。后来因为当小三被曝的消息，被千夫所指。裴玉为了帮宋芝芝挽回好的名声，专门给宋芝芝建造了一个公益项目。虽说护院是照顾老人的爱心活动，可宋芝芝只需要在护院里摆拍几张照片，其余真正的脏活累活，裴玉私下都找人为她解决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这儿。护院的装修比寻常的建筑好得多，还来不及细看，突然冒出来的老人扯着我的衣袖，骂骂咧咧道：“你个新来的护工，居然敢迟到，是不想干了吗？”那是个大约50多岁的老女人，一边骂着脏话，一边把盛好排泄物的盆子丢在我面前，脏东西差点溅到我身上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，拧眉看他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这里的护工。”女人眉头一皱，声音又尖又细：“宋芝芝都跟我说了，你欠了她很多钱，只要是活都找你干就好。怎么？嫌弃呀？小心我曝光你！”我没耐心和她扯皮，转身要离开。老女人急得一把扯住我头发，疼痛感刺得我冷汗淋漓。推搡下，老女人一个不稳，直直地摔倒在排泄物盆上，臭味顿时从空中蔓延。宋芝芝和裴玉突然出现在门房外，老女人一见着他们，便哭丧着在地上撒泼：“宋芝芝，我要曝光你！居然对护院的老人这样不尊敬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！”说着说着，老女人拿出手机开始直播，喋喋不休地诉说。宋芝芝急得脸都发白，无助地摇晃裴玉：“怎么办啊？裴玉哥，我只是想着让苏和姐来帮帮忙，便把那30万给她，没想到她居然这样做。与其被网友骂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宋芝芝急得就要去跳楼，裴玉紧紧地拉住她，转而看了我一眼，便望着闹事的老女人开口：“你想要怎样？”老女人得意洋洋地举着手机：“这样吧，先赔我10万块，再亲自用手替我整理身上这些脏东西，我便不计较了。”裴玉听完，沉默地看向我，有些犹豫：“你……不可能的，裴玉，我不可能这么做。我不在乎他的背叛，不在乎生死，可也不会任由他这么折磨我的自尊。他知道的，这些事，我向来不会低头。”就在裴玉犹豫期间，宋芝芝已经走近老女人，眼含泪水地深深看着裴玉：“裴玉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想着苏和姐和你正在吵架，本来想缓和一下你们的关系，没想过闹成现在这副样子，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。可今天过后，
芝芝便再也没有脸陪在你身边了。当着将近5万人的面，宋芝芝若是真的做了，那些黑粉足够用这事嘲讽她一辈子。按她的性格，铁定是要寻死觅活。我想，裴玉肯定不忍心。果然，宋芝芝刚准备伸手，裴玉拉宋芝芝回自己身边，冷冽地望着我。不是芝芝做的事，便不需要负责。苏荷，芝芝从小金尊玉贵的，受不了这些委屈。你以前做这种事的时候，不也不在乎吗？30万，买你这一次低头，足够了。裴玉这么一说，我才猛然想到之前裴玉的那双腿需要很多很多钱治疗。当时有个工作，便是照顾一个富豪瘫痪的老父亲，因为脾气很怪，加上生理难以自理，许多人都被劝退。我为了挣那笔丰厚的工资，甘愿忍受。裴玉有意回来接我回家时，我正帮富豪的父亲上小册，他把握不好，竟然许多都滴在我身上。我很想哭，却怕裴玉担心的放弃治疗，只能装作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反正有钱就行，这些我都不在乎。”我假意的宽慰，成了如今裴玉庇护宋芝芝最好的理由。不知道我和裴玉对峙了多久，等清脆的耳光声响起时，我才回过神。齐欢愤怒地甩了裴玉一巴掌，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在颤抖。裴玉，你要不要脸？当初如果不是和受这些委屈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耍威风？还30万，你欠我们和的，就算30亿也还不清。他骂完裴玉，又指着宋芝芝继续道：“对了，还有你这么个贱人，要我说，你当小明星那几年，不知道爬了这个总那个总的多少张床了，现在居然还想着脸面这种东西。我看，就算是这些东西，都比你干净。”齐欢的话没给裴玉和宋芝芝留丝毫情面。齐欢，你可别忘了那家医院有我们裴氏投资，我能让你随时滚蛋。呵，裴玉，少在我面前耍你那总裁威风，我不吃你那一套。宋芝芝是金尊玉贵的白月光，和也是我珍视的宝贝。你真要逼她做这种事，大不了我拿绳子在你公司门前吊死，看哪个公司还敢跟你们做生意。裴玉恼羞成怒，竟然准备动手打齐欢。我几乎本能地扑过去，生生地挨了一拳。那拳像是打碎了我的5脏6腑，疼得直掉眼泪。裴玉清醒后无措地站在原地，想要过来，又硬生生忍住说：“我早就和你说过和齐欢断了关系，你不听。现在也算是报应。报应是为了照顾我，每天忙得连早饭都不吃的。
是为了让我活下去。每天跑断腿，陪变笑脸给我找医生，还是在如今我被戳着脊梁骨、丢掉自尊时，替我打抱不平的。如果这都是报应的话，我愿意因为报应而下地狱。我吞掉逐渐翻涌上来的血腥味，故意往裴玉痛处说：你说的没错，这些其实我都不在乎。毕竟你残疾那几年，那腿上丑陋的伤口和化脓的液体，样子和味道，比这个要恶心千倍百倍。对了，宋芝芝，你还没见过你裴玉哥哥腿刚刚好的样子吧？每次站起来都会摔倒在地上，又靠着拐杖一步一步撑起来的样子，跟狗一样。和我预料中的一样，裴玉的耳光打起人来，分外的疼。齐欢想冲上去和他打个鱼死网破，被我硬生生拽住。我的头太疼了，我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，至少我怎么也不能死在这里。太脏了，我不愿意。可裴玉拦住我：苏荷，齐欢可是要那30万的，你今天要是真的赶走，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我淡漠地盯着裴玉的眼眸，没有丝毫犹豫地点头。我不要了，裴玉，钱和你，我都不要了。我回到医院时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就算是齐欢请来最厉害的医生，也摇头哀悼。系统倒计我即将死亡时，齐欢的哭声都掩盖了系统的倒计时。我实在不忍心就这么一走了之，只好问系统：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也许我这些天承受的痛苦太多。系统没有犹豫地答应。我醒来，艰难地抬手擦掉齐欢的眼泪，安慰他。本想着让裴玉花30万，我还能留个好点的尸身下葬呢。不过，算了，反正我签了器官移植书，等手术结束后，受益人会打30万在我卡上。你记得拿着去还你哥哥欠的债。齐欢握紧我的手，泪如雨下，艰难的连话都只能断断续续道：我不会要的。呵呵，你坚强一点，陪在我身边行吗？我费力地动了动手指。欢欢，你还记着我们高中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很穷，你也好不到哪去，却还要接济我吃饭。还有，我每次都没钱买礼物给同学过生日时，你都会替我准备一份，让我不被同学笑话。等我后面长大了，你还帮着我。我说自己没有家人，你就像姐姐一样照顾我这么久。所以，我的一生里是幸福的。不要为我的离去而太过难过。你要带着我的那份好好的生活下去。也许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心电图滴滴声，最终宣告着我的死亡。我无力地垂下手。我死后的第1个月，
裴玉还在和宋芝芝在护院里亲密，没想突然闯进一大批媒体，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有传言说，裴总的原配妻子其实是位叫苏荷的女士，而今天裴总却和宋芝芝在这里见面。是否真的坐实宋芝芝真的是当小三的惯犯呢？裴总，这个护院是宋芝芝真的尽爱心所办，还是只为了遮掩你们的不轨事实？裴玉如今是京圈新贵，媒体多多少少都会给他三分薄面。如今这般犀利的问题，太过于苛刻。裴玉神情不好地将宋芝芝紧紧地护在怀里，不容置许道：“芝芝是个好女孩，不是什么小三。我和她之前也是要好的朋友，不存在什么掩盖不轨的事实。你们要是再断章取义，我会让公司发律师函。那为什么苏荷小姐死了将近1个月内，裴总都在护院呢？难道在裴总心里，宋芝芝比自己的妻子还要重要吗？”裴玉一脸懵地望向询问的记者，记者像是料到他会这样，毫不客气地掏出手机，把我的遗照递在裴玉面前。苏小姐死了将近1个月，裴总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遗照不足以让裴玉崩溃，毕竟记者 P 图的造假的事情有很多。要说唯一让他崩溃的是，这张照片出处是齐欢的朋友圈，这个造不了假。裴玉显然慌乱地拿过手机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的遗照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死的。你们这些记者，我要全部把你们告了。裴玉嘴里叫嚣着，可身子却早已慌乱地离开。即使看着宋芝芝被记者们围观，也丝毫不在乎地离去。他失神般闯进医院，找到正看着我遗照流眼泪的齐欢，愤怒到了极点。你告诉我，苏荷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要在朋友圈说她去世了？你不是她的好姐妹吗？有这么咒她的吗？裴玉慌乱的眼神落在齐欢眼里，分外恶心。他甩开了裴玉，强忍着酸楚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苏荷已经死了1个月了。裴玉，就在你扇他耳光的第3天死的。开心吧？以后没人会阻止你和宋芝芝在一起了。我们和和真是瞎了眼。苦了这么多年，却养出个杀人凶手，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就死了。”裴玉听不进齐欢的话，失手打碎旁边的玻璃瓶，叫嚣着：“不可能！只要我在苏荷身边，他的任务就不算失败，他就不会死，而且他也回不去了，只有留在这里。你骗我，齐欢，你骗我！你告诉我，你把他藏在哪里了？”齐欢不想再听裴玉所说的一个字，更不想再看到他虚伪的样子，叫来医院的保安将他赶走。裴玉不死心般来找了齐欢好多次，
齐欢被缠烦了，申请调到更好的医院去，让裴玉始终找不到他。裴玉去了殡仪馆，在看到我画像的那一刻，彻底绷不住地疯癫起来。他开始怀念我，开始想念我的好，有时会抱着我的画像哭，有时又买来许多名贵的珍宝，对着我的画像讨好道：呵呵，之前一直没给你买结婚戒指，你看，我给你挑了个钻最大的，你至少出现把它拿走好不好？他不停在乎我的模样，像是失去了重要的宝贝。连宋芝芝都不在乎了。裴玉哥，苏和姐都死了，你还不娶我？是想要那些网友都看我笑话吗？宋芝芝自从被媒体围攻后，网上的网友开始不停地骂她，甚至有一回出门遇见黑粉，直接一桶烧水泼她身上，不忘骂她：呸！我这烧水都比你干净，便宜你了。还会经常收到威胁的恐怖信和玩偶。宋芝芝总算是怕了，她想让裴玉帮她处理好事情，偏偏裴玉如今的态度搞得她十分心慌。心急下，一时口不择言的刚好撞在裴玉枪口上。苏和没死，他还在这里，只是生我气了，不愿意出来见我罢了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就不会对他说那么重的话，就不会动手打他，让他生气。都是你。裴玉如同找到宣泄的窗口，疯了一样勒住宋芝芝的脖子。就是你，和和才不愿意见我。只要你不在了，他肯定会消气，这样他就会回来了。裴玉掐得很紧，像是真的要把宋芝芝掐死。不过宋芝芝面临危险时，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。他顺过身旁的花瓶，一把砸在裴玉背上，说道：怪我，是谁说苏和离不开你？就算你怎么做，他都不会生气，更不会离开你。现在他真的死了，你心疼成这个样子，怎么？每天晚上缠着我做时，怎么没愧疚啊？之前山盟海誓、天地不负的两人，如今却成了互相咬的狗，那副样子，逗得我在天上直笑。我死后的第3个月，裴玉逐渐发现了异样。我之前在他身边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没有人拿走，更没有人偷，就像和我一样，凭空消失。后来更是知道我的人，在裴玉询问时也一脸懵：什么苏和呀？你不是一直只有宋芝芝吗？裴玉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精神都紊乱了。除了裴玉，所有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。我不愿意留下一点痕迹在他身边。我死后的第3年，宋芝芝没有裴玉的帮助，又开始重操旧业。只是这回遇到了个特别不好惹的原配，动动手指头，就把他打发给了一个又穷酸的又爱家暴亲戚。
从此伤痕累累地度过一生。至于裴玉，我在见到他时，是在宴会上。曾经意气风发的裴玉，如今双眼无神地拿着酒杯，站在角落里，安静得像是死人。和我对视间，才像活了过来。视线相处瞬间，裴玉由震惊地呆愣在原地，后又激动地想要跑过来。身边的朋友拦住他，语气不善：“裴玉，你做什么？”眼瞧着我即将消失在人群中，裴玉着急地解释，企图挣脱开朋友的阻拦。那是苏荷呀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苏荷，你也认识她的，是我的妻子啊。裴玉带着希冀的眼光，想唤醒身边人的记忆，可朋友紧缩着眉头，将他拽得更紧了些。裴玉，你这是喝多产生幻觉了吗？那是宁家的千金，和身旁的丈夫6年前就在国外结婚了，前不久才从英国回来，怎么会是你的妻子？裴玉，别再耍酒疯了，你根本没结过婚。裴玉眼神越发暗淡，像是被宣告死刑的囚徒。我笑着挽过身边清冷金贵的男人，朝他走去。裴先生这么激动，是发生了什么吗？裴玉不说话，只是紧盯着我。身旁的朋友察觉到尴尬，急忙打圆场。裴玉有些喝多了，把宁小姐认成了故人，是吗？也许故人已经消失了。裴先生不必如此伤怀。不会的。裴玉打断我，他回不去了，只能待在这里。他不停地重复，像是在说服自己。我确实对裴玉说过，自己回不去从前的世界，可忘了告诉他，我可以选择进入下一个世界。我故作提剑一般，轻声说道：“既然还在这儿，裴先生不如想想，故人是怎么离开的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他。”我轻飘飘地留下最后一句话，转身离开。而裴玉连宴会都还没结束，便匆匆忙忙地赶回家里。他进了我曾经住过的房间，吞下一大把安眠药，带着笑意躺在床上。意识模糊间，看见我站在远处，甜甜地对他笑道：“阿玉，我好想你。”苏荷死的第3年，京圈新贵裴玉自杀于家中。第一外科女医生齐欢宣布抢救无效。全文完。番外：裴玉死的那天，齐欢找到了我，她变了许多，比之前瘦了，眼里也没了从前的青涩，几乎是想见的那一眼。她毫不犹豫地抱紧我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